刘邦当上皇帝之后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将造反呢？公元前202年2月，刘邦登基称帝，定国号为汉，史称西汉。刘邦从登基称帝到去世的7年事件，汉初的谋反事件层出不穷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刘邦征帝之后，先后有臧荼、卢绾、秦布等人造反。刘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，一直都在忙着平叛。那么刘邦在当上皇帝之后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将造反呢？他们造反的原因都是什么呢？首先来说说刘邦这个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此人情商极高，知人善任，善于揣摩别人心理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刘邦作为中国历史上出身较低的皇帝，他的性格豁达大度，善于用人，从而就成就了一方霸业，建立了汉朝，这也是他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了。刘邦初登大位，根基不稳，自然而然就要分封诸侯安抚人心了，所以他封了很多异姓王。当然诸侯分封不利于中央集权，随着刘邦统治地位慢慢稳固，中央集权制度势必与分封制度产生一种权力的争夺，所以刘邦对异姓诸侯下手就不足为奇了。刘邦采用孤立敌人，各个击破的战术，一步步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其实刘邦当上皇帝之后，有很多大将是被逼造反的，就是因为猜忌，导致刘邦没有办法与部分功臣和睦相处，导致了大批武将不能善终。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导致刘邦与功臣关系猜忌而破裂的原因也是不尽相同的。有的功臣是由于太能打仗了又居功自傲，让刘邦不放心被清洗掉。比如以能征惯战而闻名天下的韩信就是因此被杀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功臣是因为恐惧心理，在韩信和彭越相继被刘邦杀害之后，使得秦布的心中十分恐惧，所以秦布就命令部下军队做好准备，始终关注着周边郡县的军队动向。正好在这个时候，秦布怀疑手下的中大夫奔贺和他的一个嫔妃有不正当关系，所以他就要杀了奔贺。但是奔贺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，连夜逃跑，向刘邦举报秦布谋反。然后刘邦就开始调查秦布谋反之事。当秦布在得知中央政府开始调查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断定自己不会有好结果，于是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发动了叛乱。秦布举兵造反之后，刘邦亲自带兵平叛，最终刘邦的中央军击溃了秦布的军队，秦布落得个人头落地的结局。如果统治者用人育人之术不够成熟，君臣相互猜忌，难免会兵戎相见，这样会对整个王朝造成很大的危害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